AI 看世界，看懂 AI， 看懂世界。欢迎来到 AI 看世界，看懂 AI， 看懂世界。今天的主题是从全网养虾到连夜卸载，爆火的 OpenClaw 究竟是神兵还是鸡肋？ Hello， 大家好。最近网上刮起了一阵所谓的龙虾热，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这阵风可以说是一半人兴奋，一半人焦虑。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这股热潮背后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所以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最近养龙虾了吗？你可别误会啊，我不是问你是不是养了什么新宠物，这个词儿啊，其实是最近网上特别火的一个梗。它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去安装和训练一款叫 OpenClaw 的 AI 工具。那为什么叫它龙虾？原因特简单，就是因为它的图标就是一只小龙虾。行，那今天我们整个的分享呢，就会顺着这么一条线索来走。首先，咱们先看看这场龙虾热潮到底是怎么火起来的。然后呢，我们再来揭开这个热闹背后其实隐藏着不少人的焦虑。接下来我们会看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对比，就是为什么大众这么狂热，金融行业却出奇地冷静。最后咱们一块儿来思考一下，面对这波 AI 浪潮，我们普通人和 AI 的未来到底会走向哪里？好，那咱们就先进入第一部分，聊聊这个龙虾热。一个 AR 工具到底是怎么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一下子抓住了所有人的眼球呢？那么这个 OpenClaw 它究竟是个啥呢？简单来说，它是一个开源的 AI 智能体。这么说可能有点抽象，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超级智能的私人助理，一个能自动帮你干活的小 robot。比如说，你只要给它下一道命令，它就能帮你查邮件、订会议室，然后再发个通知，整个流程一条龙全自动搞定。听起来很酷，对吧？但是呢，这个养它的过程，也就是安装和训练，其实特别复杂，跟我们平时装个普通软件那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但最有意思的是什么呢？点燃这场热潮的，其实还不是技术本身有多牛，反而是社交媒体上那些特别有诱惑力的成功故事。你想想看，当大家看到有人发帖说 AI 帮我搞副业，赚到了我人生的第一桶金，或者说我用它写脚本，一个晚上就干完了平时好几天的工作量，哇，这种冲击力对普通人来说真的太大了。对，这些故事就非常精准地制造了一种情绪，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 FOMO， 也就是错失恐惧症。这种感觉大家是不是觉得有点熟悉？就特别像前几年的加密货币呀、NFT 呀，那种感觉又来了，好像再不上戳就要错过一个时代了。所以你看，网上一下子就冒出来各种5分钟搞定小龙虾的教程，铺天盖地的，吸引了无数根本没有技术背景的朋友们一头扎了进来。好，那狂热之后呢？这就引出了我们的第二部分，热潮背后的焦虑。当最初那股兴奋劲儿过去了，随之而来的其实是那种得拼命跟上技术脚步的巨大压力。然后这里就出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甚至有点讽刺的现象，就是对很多人来说他们花大半天时间去折腾这个东西，目标居然不是为了真正的去用它，而只是为了成功的装上它，花好几个小时去配置那个复杂环境，可能就为了最后能截个图发个朋友圈，证明一下，嘿，我没掉队。可是装上之后呢，巨大的迷茫感就来了。然后呢，我到底该用它来干点啥呀？你看，问题的核心就在这儿。对绝大多数普通人来说，我们对 AI 的需求其实还停留在聊聊天、画个图这些比较基础的应用上。但是像 OpenClaw 这种需要你自己去部署，能自动执行一堆复杂任务的工具，它本质上更像是一个给专业人士用的生产力工具。所以这种个人需求和工具功能之间的巨大错位，恰恰就成了焦虑的一个新源头。好，聊完了大众的狂热和焦虑，咱们现在把视角转一下，来看一个完全不同的反应。进入咱们的第三部分，金融行界的冷思考。就在大众市场热情高涨的时候，为什么那些金融机构反而好像踩了急刹车一样呢？这个对比真的是特别鲜明，简直就是把创新和风险管理之间的那种张力活生生地摆在了我们面前。你看，普通大众这边是害怕错过的焦虑，而金融机构那头呢是害怕出事的恐惧。所以当咱们普通人一窝蜂涌上去的时候，那个受到严格监管的金融世界反而在刻意的小心翼翼地保持着距离。
那他们为什么这么谨慎？因为风险是真的，不是闹着玩的。你看啊，从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到工信部，官方都发了风险提示，说这个 Open Cloud 如果配置的不对，就特别容易引发网络攻击和信息泄露。你想啊，它要运行就需要调动你电稿里非常高的系统权限，这一点跟金融行业那种严格的合规要求是完全不搭的，可以说是严重冲突。其实，金融机构在决定要不要用一个 AI 工具之前，心里都有一张长长的清单，上面列着一系列特别严苛的标准。比方说，第一，你这个 AI 做决策的过程不能是个黑箱，我得能检视、能追溯，知道它为什么这么干。第二，万一 AI 犯错了，这个责任算谁的，必须得清清楚楚。第三，准确性要求极高，绝对不能出现所谓的幻觉，也就是 AI 在那儿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更别提了，像保护客户数据安全，还有保留我们人最后去干预、去叫停的权利，这些更是底线中的底线。那么，从这场又热又乱的龙虾风波里，我们到底能学到点什么呢？好，这就到了我们最后一部分，一起来探讨一下人和 AI 的未来。咱们到底是应该跟 AI 竞争，还是跟它合作呢？你看，麦肯锡就提出了一个叫人机协同的模型，我觉得他就特别巧妙地给我们画出了一个可能的未来。在这个设想里啊，是这么工作的：让一个 AI 智能体去执行任务，然后再让另一个 AI 呢去复核、去检查有没有错。但最关键的一步是，最终的审核和拍板决策的权利还是牢牢地掌握在我们人类的手里。你看，这就很清楚地展示了一种合作共赢的关系，而不是说谁替代谁那么简单。这也反过来体现了我们一件事儿，就是我们人类的价值从来就不仅仅是在于效率。对，机器执行任务的效率可能比我们高得多，但是它没办法真正的去理解这个世界，没办法去创造新的意义，更没办法建立起咱们人与人之间那种真实的、有温度的连接和共鸣。所以在今天分享的最后，我也想留给大家一个问题去思考。在这场不断加速的技术浪潮里，我们每一个人真正需要守住的到底是什么呢？也许答案并不是某一项具体的会不会被淘汰的技能，而是那些只有我们作为人类才能拥有的独特的感受力、判断力，还有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创造力。技术没有温度，但对未来的选择有。在今天讨论的话题之后，你是感到焦虑，还是看到了新的蓝海？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思考，我会挑选深度观点进行复盘。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加入全球先锋观察者的行列，获取属于你的 AGI 时生存指南。我是小陈，在 AI 看世界，陪你先人一步看清未来。我们下期见。